哎，走这儿，哎，这宋家财大气粗的，跟朝廷又有关系，跟咱大掌柜子还有过节了。我总觉得这楚古拉呀，是他给咱下的套。你怎么那么麻烦啊？你要是担心啊，自己看看去。走。我还是得看看。要是这样的话，王爷和官府的开销就都压在了我们牧民的身上了，这样我们牧民的负担就重了。官家的事情好了，牧民怎么办呢？大人啊，您此言差矣。自古以来，草原上官府的费用都是由各旗的百姓承担的，并不是我现在才加上去的嘛。况且我这么做，也是为诸位大人、王爷、扎萨克们办起事来更方便，并没有加重百姓负担之苦啊。就是啊，官家的费用本来就是从税银里来的，那税银是从哪里来的？不就是以牧民的牛马羊交纳的吗？支差放贷，让我们再也不用为银子的事发愁了。我说啊，这个主意好，噻，数账并一账，收支便益，我跟盛德玉做。对，我们也跟盛德玉做。这是个好主意，好啊！原来我们弄银子不容易，会省着花。现在是随时可以借银子，银子现在来的容易了，有些人会大把大把的花银子，那我们牧民的负担不就更重了吗？什么来的容易不容易的？我说土木勒讨好，你想的太多了吧？这明明是件好事儿，你咋非要搞得那么麻烦？啊？是啊，这么麻烦啊！再说，你不愿意做支差放贷就算了，你管别人做什么？对呀，你管别人，你算说对了。支差放贷的事，我坚决不干。曹胜了，这是。离下这么远，谁也听不见。这是无定稳的找马，定了！肃静，肃静！孙大掌柜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王大掌柜，该你了。啊，哼。各位王爷，这草原上的赊账买卖呢，是我大圣魁第一家开始做的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各位也是我大圣魁的老乡鱼了，不用我多说，你们都知道。我大圣魁呢，最熟悉牧户需要什么东西。我大圣魁也知道，每一个蒙古包每一年能卖出多少牛和羊。我大圣魁的货也是最便宜的，哼，还有我们的三七茶和那个祥云靴，都是有口皆碑。王掌柜，我只想问一句，支差放贷你们大圣魁能做得了吗？支差放贷，我大圣魁不感兴趣。什么有兴趣没兴趣的？没有这个实力，你就不要在这儿瞎说别的。阿拉木苏王爷，这一个商家的实力不是体现在这儿的。常言说得好啊，隔行不取利。这支差放贷是钱庄的买卖，我大圣魁不能做，所以我只能说不感兴趣。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各位王爷想想，这赊账买卖和支差放贷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呀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们想做支差放贷呢，可以和孙家做，跟我大圣魁咱们只做赊账买卖，牧民和你们都会得到好处。你们好好想想。说的对呀，他说的有道理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王掌柜，你想的也真是周到啊！刚才你也听到了吧？吐古拉大会其中的一条，便是每个旗只能同一家商号签订合约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跟我孙家签订合约买卖的旗，
我孙家才会为他提供支差放贷，供给其银两。看来孙家，对，哎呀，这么说来，要想跟孙家借钱，就必须让本王辖区里的牧民跟盛德玉做赊账买卖。对，这有啥不行？反正牧民需要的东西，孙家也有，咱们跟谁做不一样？孙家能借银子给我们，别的商号不能，咱们凭什么不跟孙家做？对呀，对，就是啊，对呀。哎，我不管孙文举什么支差放贷那些个事儿，我们扎和亲戚只和大圣奎做。土木勒讨好大人，跟哪个齐做是你自己决定的，孙某概不干涉。哎，你们垫支的银子是几分利啊？赊账也好，支差也罢，说白了都是放贷嘛。本朝的律例早有规定，这放贷的月息不得超过3分。至于草原上的月息，当由楚古拉大会公议做出决定，孙某自当遵守。大家不必公议，朝廷已经决定，在外放贷风险很大，一律按月息3分。既然价格一样，利息一样，货物也差不多，那还不如跟皇上做。对，怎么说皇上也是财大气粗，不至于断了供应。我也跟孙家做，我跟孙家盛德玉做，我也跟盛德玉做。看来我也跟盛德玉做。盛德玉，我看你在这个法，你说这信誉好，谁不能说？盛德玉。这咋没动静了又？就是，你大圣奎怕甚？没了别人，还能没了你们？那要是3年到期了，还不起咋办？还不起啊，那就啥时候还齐啥时候算呗。利息怎么算？老规矩，按最初借贷的本金计算。一本一利，一本，巴大人，一本一利。一本一利。各位，凡是通过大圣奎做的，利息都按一本一利来算。一会儿一个支差放贷，一会儿一个一本一利，这都是些啥东西了？这是。就是啊，应该说得明白点儿。王掌柜啊，你给大家解释一下，这何为一本一利啊？好啊，同我们大圣奎做的，月息计3分，3年的利息我们只收你33个月的，只要还够了利息，不再追加，只还本金就可以了。这样算起来，你们的利息最多也就是本金的90%，这就是我的一本一利。我再说的明白点吧，比如你从我大圣奎赊了100两银子的货，要是跟孙家做呢，按照他的利息就是，只要你本金还不清的话，就要不断的付给利息。如果10年还不清，你要付给孙家360两的利息。而我大圣奎呢，赊100两银子的货，还利息只按33个月来还，也就是99两。从这个99两以后，就不用再加利息了。那我要是100年还不上呢？就是啊，要是100年还不上呢？算上本金，只还199两。哦，还199两。哦，我弄明白了。无论借多久，只还100两本金，99两利息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一本一利，塞。一本一利好。这个一本一利，好啊，这个主意好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二哥，还是你脑子灵啊！坐下。封顶了，好啊，这个好啊。哎呀，一本一利好啊。王掌柜，啊，这一本一利好是好，但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，你们大圣奎保证能做到？巴大人，保证一定能做到。不能。大人，这么大的事儿，咋不跟我们哥俩商量商量啊？大哥，回去再商量。回去就来不及了。
俗话说得好，一字入宫门，久久拉不出啊！你今天在这定了，你想改都改不了了，老二啊！哎呀，大哥，这多好的事情！好，1本1利多好啊！要是1本1利的话，这牧民少交多少利钱？老三呢，你懂得个甚呢？啊，1本1利，牧民是少交了利钱，可少交谁的利啊？是咱们的。你说咱们千里迢迢扛着担子走千里的路，跑这来干甚呢？不就是为了多挣几个银子吗？啊！是，咱的利钱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两个回去再商量行不行啊？不行，就在这商量。老二啊，你会不会算账啊？啊，本不还完，照常激励，那是为了让借钱的人让他尽早的还银子。你倒好，来个1本1利啊，停息。你既然停了息，谁还还咱钱呢？你傻呀你！什么你？坐下。王掌柜，这1本1利，你们到底定了没有啊？定了。没定。没定。不行。哎呀，那就是还没有定。定不定，连你们自己号里都定不下来。我看你们大圣魁就别做了。哎，大人。大人，这个1本1利是大圣魁临时提出来的，这个主意对我们牧民的好处很多呀。还望八大人给他们时间长长的，让他们商量商量。是啊，对，商量商量，商量商量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们1天的时间回去商量。如果明天再不说出个结果来，我就取消你们大圣魁在草原上做买卖的票照。谢大人。谢大人。行了，这1本1利你必须得答应我。老二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我要答应你，你停了息，人家就不还本了。咱们在草原上做了这么多年买卖，那蒙古人有不还本的吗？那是因为你有利压着。你知道你搞这1本1利得有多少人不还钱呢？老二，咱们现在可是店前干活啊！啊，你说人家还不了咱钱，别说1半人不还啊，就是有1成的人不还咱钱，咱这买卖都不好做呀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？二哥，我觉得大哥说的对，1本1利太悬了，咱不比孙家，咱没那么多银子。行了，别跟我提孙家，要不是孙家搞一个什么支差放贷，我能想出1本1利来吗？还提孙家？不是，你再说这事，你得跟我们俩商量商量吧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算所有人都被他拉走了，不是还有土木勒讨号军爷吗？土木勒讨号是一个旗，咱们备了16个旗的货，他一家能吃得下吗？再说你好好算算，这1本1利是可以做的。你想啊，首先，这牧民很难说3年还不上咱们的本儿，对吧？就算真的3年还不上，就光这利息还咱们9成了吧？这9成是牛羊啊，咱把这些牛羊卖了，咱们又赚了吧？啊，有赚头，只不过赚的少一点罢了。再说了，老三，你说，你在草原上混了这么多年了，那牧民有赖账的吗？这倒没有，听见了吗？没有。他认识这牧民真要想赖账的话，连利息都不给你，别说本儿了。要想赖账的话，咱们这赊账买卖能做得成吗？能吗？要不是这么多年我对牧民的了解，我能想出1本1利来吗？眼下看是吃了一点亏，但这利是长久的，你好好想想。不是老二，你除了1本1利就没别的办法呀？没别的办法。你想想，你自己看看那些王爷，一个一个的心气儿。如果咱们坚持1本1利的话，他们一定能够逼着孙家把这个支差放贷和赊账买卖分开来做。那孙家愿意做支差放贷，让他们做支差放贷去。那赊账买卖还是咱们的，以后草原上的买卖还是咱们说了算呀。行，你就这张嘴，你就嘴能说，我说不过你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去找段泰，只要是规划商号那些人都站在咱们这边，咱心里就有数了。你听见没有？对了，只要有王爷和规划的众商号，这孙文举就孤掌难鸣了。年前合作的事儿，把段泰他们给得罪了，找他们也没用。那我去吧。今天晚上你们俩再去找土木勒讨号军爷试试。1本1利你可同意了？那就先这样吧。大先生说的对，自古买卖靠的是众人做，这草原上的买卖，他谁也不能一个人独吞，你说是吧？那是。段掌柜啊，去年在规划，我们大掌柜多有得罪啊！其实啊，他也后悔，特意让我来问问。哎，看你说到哪儿去了？
咱们都是多年走西口的老乡语了，是吧？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啊。这个王大掌柜也是年轻气盛，办事不周全，谁没有过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哎呀，这个天色不早了，我还得找其他几个掌柜去说说。您看，好，那段掌柜、几位掌柜，我先告辞了啊！不要，段掌柜，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大先生您放心，您就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吧。啊，走了，不送了。哎，段掌柜，你真的要答应他的一本一利啊？做买卖图什么？不就图个利字吗？草原上的买卖这么辛苦，这一本一利肯定挣得少。只有王二八子这种愣头青，才想得出这种点子。那明天咱们咋办？咱不是答应孙家了吗？坐山观虎斗吧。谁让他王二八子当初那么狂炸呢？再等等吧。哎，大友，大友，来，快坐，快坐啊，坐。大友，见着大掌柜了吗？哎呀，跑还10几里路了，要喘口气了哇！哎，快，给点水，吃点。喝口水。大友，大掌柜就没跟你说点什么？对啊，说什么？说什么了？他，二掌柜子还有军爷去了扎哈庆旗了。哎呀，不是让你去打听个消息。我说行了，老李，您就别瞎操心了。咱们大掌柜那肯定是跟军爷去签契约了。签契约？肯定是。哎，大友，大掌柜跟你说没说订了多少个旗啊？马跑得飞快，没说上话。不是，哎不，我追着问他了嘛。我说大掌柜子，说下多少个旗了？他怎么说呀？他在马上在的。就这，啊，就这。到底多少钱？就是啊，这什么意思？20个旗啊？20旗？哎呀，这怎么就20个旗呀？哎，那你看呀，15、10、15、20。这不20个旗吗？哎呀，你可真能琢磨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有10个旗就不错了。哎，我说天不早了，哥几个啊，都洗洗睡吧，我这困了。哎，不是，郭掌柜，哎呦，困了。那要真定下20个旗，咱备的货还不够呢。是还不够，这不怕呀，咱接着备呀。这主要是买家。嘿嘿，那还愁啊？对，都洗洗睡吧啊！睡20个旗，20个。大掌柜，王二八子这招可真够狠的，王爷们都动了心，而且纷纷来找我，要把支差放贷和赊账买卖分开，而且还是一本一利呀。欢喜不抄本，王爷们能不乐意吗？可咱是干甚来了，这事儿不能让他成。哎呦，那王爷们想要，大圣魁又同意，您说咱们咋能不让人成？哎，说白了，这王二八子就是要给王爷们送钱呢。可他送的不是他自己的钱，那是大圣魁们财东的钱。正因为他送的不是自己的钱，他才破天荒地提出了这个一本一利。您是要？大圣魁的财东们都来了吧？啊，都到了。听说出国拉大会要订大盘子，连郭德义这小子都到了。好，那他们住哪儿呢？住在乌利亚苏台的总号。好，大先生，你想尽一切办法，在明天早上开会之前，让大圣魁的财东们知道这个一本一利对他们的厉害。好。哎呀，八大人，八大人。
人都到齐了。别捣乱，别捣乱，我想想。这狼虽然能吃羊，可这羊要是走对了位置，断了它的后路，这狼也照样是束手待擒。就是。哎，活了！李掌柜，这就叫绝路逢生。嘿嘿嘿，郭掌柜，你可别忘了，这狼可是有2只，您光围住1只，嘿嘿嘿，赢不了。哎，不是你进来！啊，进来！听说了吗？啊，昨天在大掌柜子把松文举撬的，这番白爷爷。哎，说咋回事？是这的，说。松文举昨天要整治咱大圣魁了。人家说是只要哪个王爷跟他做买卖，哎，他就把银子借给哪个王爷啊。哎，眼看着咱的生意全被狗的抢跑了。哎呦，就在时候，咱大掌柜的大喊了一声：“我们大圣魁1本1利！”哎，就在一下子，咱买卖全抢回来了。什么？1本1利？哦，1本1利嘛。对呀，1本1利。哎呦，这可真是高招啊！啊，就是月息3分，利息呀只收33个月，一旦还够了就停息还本，不管你借多久，利息最多只到本金的9%，永远不会超过本金。好，这羊就把狼给吃了。吃个屁呀！蔡掌柜，这是真的啊？哎，咋了？不是。我说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大掌柜的没跟你们商量就想出这高招了？哎呦，了不起呀！还高招呢？哼，高个球啊高！这1本1利减少的是我们这些财东的红利呀，绝不能让他签这个合约。别下了！哎，郭掌柜，还下呢？郭掌柜，什么是1本1利啊？1本1利了吗？哎，郭掌柜，什么叫1本1利啊？看来呀，这回兴许这羊还真能把狼给吃了。康熙爷开通边关，允许草原蒙汉通商，是长治久安之计啊。牧民生计关乎北疆安定，各位大掌柜还要顾全大局。今明2日便由各盟旗选定各自的商号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还是要问问大圣魁的王大掌柜，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？八大人，1本1利。大人，1本1利不光我们大圣魁同意，就是全规划所有的商号都同意。哎，段掌柜是不是也同意啊？是这样吗？哎，回八大人。不对，你进去，我们也是财东嘛。王贵，外面何人喧哗呀？禀报大人，是大圣魁的财东们。放他们进来。行。大人，小的们都是大圣魁的财东。你们的大掌柜、大先生，不是都已经在这儿了吗？难道他们还代表不了你们这些财东的意见？啊，能是能啊，但这1本1利的事，从来没跟我们说过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也不能同意呀。所以我们到这儿来，请大人来给做主啊。昨日我已经给你们时限，让你们回去商量。王大掌柜，你是怎么搞的啊？难不成你是在戏弄本官？大人明鉴，这些人的确是大圣魁的财东，但是我们大圣魁有号规，一切经营由大掌柜来做主，这些财东无权干涉经营。哎，大掌柜，1本1利的事事关财东们的重大利益啊！八大人都说你应该跟我们商量商量，可你为何一句不跟我们讲啊？对啊，我们虽然就是大圣魁的财东，啊，我们是没权决定这经营的策略，但是我们有权罢免你。哎，就是你们3个瞎吵这个事。老三，你们非得要做这1本1利是吧？啊，你们自己去做吧。我告诉你们，如果咱们不做1本1利的话，大圣魁就得完蛋。哎，大掌柜子，
你要用了咱1本1厘，那俺们这些财东们就完蛋了嘛。你们现在让利，让的是我们的钱，是我们大伙儿的钱。就是啊，你要非得做这1本1厘，拿你自己的银子去做。对，大圣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要吵，外头吵去。郭掌柜啊，你是咱们大圣魁的明白人，你别跟这2个混蛋去。1本1厘的事情，我到时候慢慢跟你解释。你们先走好吧？先走。哎呀，你让我说，这大圣魁的本钱一半是我出的，凭什么你拿着我的钱给别人好处？我跟你说，大圣魁每年给你120两工钱，难道就为了让你胳膊肘往外拐？我跟你说，今儿你非要坚持1本1厘，恐怕我们几个都不能让你再干了。对，不能让你再干了。你们出去吵去好不好？出去！你要说不清楚，你们几个瞎嚷嚷什么？你这么做，我们出去嚷嚷。都别吵了，拿我们的银子。王掌柜，你们大圣魁竟敢扰乱会场秩序，啊！你先是把本官的训示视为儿戏。后又扰乱朝廷会场，这样的商号怎么能做草原上的买卖？大人，来人，在！把他们统统给我赶出去！大人，我不做1本1厘了，1本1厘。怎么你又同意了？你又不同意了？我看你们大圣魁是存心给我捣乱，我要取消你们大圣魁参加楚古拉会议的资格。来人，统统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大人，诸位啊，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吧？啊，这个人提出这个1本1厘啊，根本不符合经商的常理，完全是个不着边际的事情。王相清我认识，是我的同乡。此人在老家就素以胡说八道而闻名，所以他提出这个1本1厘啊，完全就是戏弄诸位王爷的。孙文举，你说王相清胡说八道？大人，他才是胡说八道。大人，他们大圣魁的财东们已经同意1本1厘了，啊，你就再给大圣魁一次机会吧，啊。图木勒讨号，你跟大圣魁是啥关系啊？啊？我看你是假公济私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哎，你若再提大圣魁，就别做扎萨克了。我和大圣魁是什么关系？大圣魁的货物价格公道，东西又好，又提出了1本1厘，对我们牧民有多大的好处啊？比他的强。你凭什么把人家赶出去啊？这明摆着是大圣魁不能在草原上做买卖吗？我看你是贪赃枉法、收人钱财的人。图木勒讨号，干什么？别以为你以前为朝廷立过战功就能够为所欲为。来人，把他也给我赶出去！喂！图木勒讨号，你想干什么？别忘了，你也是朝廷命官。既然是朝廷的命官，就要为百姓造福。要是不这样的话，我还要这个官干什么？给你吧。你啊，这个也给你。你。哎呦，真是我。安大，您这出什么事儿了？爷呀，我伺候他们了，我回去放羊了。啊？那我们咋办？不是您，哎，活人还能让牛憋死啊？我就不信，这么大个草原，让他孙家就能给吞掉。兄弟呀，就凭你这股劲儿，大圣魁垮不了。安达，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到查看努尔来找我。哎。
安呐，慢走。打3分呢。打3分呢。好啊，下面就请各位王爷和扎萨克选择各自的商号，签订合约吧。我跟盛德玉做，我也跟盛德玉做，我也跟着盛德玉做。哎啊，我们也跟盛德玉做，我跟盛德玉做，我们也跟盛德玉做。哎呀，好啊好啊，我孙文举感谢诸位王爷的爱戴。诸位王爷，再好的风水也不能都让我孙家一家占了。你们看，这边还有28家其他的商号，也都有各自的优势。所以这次，我孙家只打算做36个期的买卖，剩下还有50个期，请诸位王爷和其他的商家签订合约吧。哎呀，谢谢孙大掌柜，谢谢了。老二啊，干脆咱们回去把咱货折价，卖给那些咱们签了合约的商号吧，不至于全赔呀。大哥，先别着急呢，你呀，赶紧先去联系古人，看看他需要什么货。老三，去五里苏台联系那些老乡语，趁着规矩没有实行，你们赶紧分头行动。我呢，回去看看那些财东啊，就这么着。哎，走吧。钱掌柜啊，加上今年新盖的3个库，和总号共8个库，现在都堆满货了。好啊，咱们有了这些货，16个期的赊账买卖，咱可就不愁了啊！是。新子，哎，去，把咱们扁担队集合起来，等出古拉大会一完，咱们马上就给牧民送货。您前天卸货被骆驼撞伤了，我看这次您就别去了。看你刮的，这点伤算个甚了啊！快去吧！哎呀，回来了！哎呀，各位辛苦了啊！哎，快，给闹点水喝。好嘞。郭大财多，这回谈下了几个期的买卖？哎呀，这都是咋了啊？都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。说说，几个期的买卖？钱掌柜，1个期也没了。剩，咱大圣魁让八大人给赶出草原了。到底咋回事？咋回事？还不是王二八子提个什么一本一利啊？那事先也不跟大伙商量商量，让孙文举那个灰锅泡钻了这么大个空子。要让我说呀，王二八子就是个愣球货，大伙跟着他干一点都不牢靠。行了，昨儿你不还说王大掌柜是财神爷吗？怎么今儿就变了？那你说咱草原买卖做不成了，咱可咋办？那我知道怎么办呢。要不，散伙算了。刘掌柜，散伙的话可不能说啊！这么些年来，咱们爬冰卧雪，流血流汗，哪个人没遭过罪？哪个人没受过苦？啊！就这么散伙，告告我，谁甘心？咱爬上命的才弄起这么个摊子来，说散伙了，反正我是不甘心。其实我更不甘心。好，只要大家伙不甘心，那就是好事情。出古拉大会不就是3年一次吗？啊！只要我们大家伙齐心协力，过了眼前这道坎儿，我相信草原上的买卖早晚有咱们大圣魁一份。还是钱掌柜说的有道理。让我看，咱们大家伙谁也别着急上火的。王大掌柜跟大先生还有二掌柜不是留在楚古拉再想办法。王大掌柜点子多，他肯定能找到一条道啊，让咱们渡过这道难关。不日古德家，每砖茶1箱，五马凳10副，砖茶。折地羊105只。对，干练了啊！纳尔斯家多2口，陪
哈斯家糙米100斤，蒙古血6双，兰州14匹。大掌柜，扎萨克图汗、扎哈沁、图尔扈特3个旗的货都送到了。给各王爷和扎萨克的答谢礼都送到了吗？送到了，他们都挺欢迎咱们的支差放贷。各旗都公布了朝廷的律令，严禁牧民与契约以外的商号做牛马羊买卖。好啊。哎，少东家，我不太明白，您为什么这么着急给这3个旗送货呀？这3个旗是当初王二八子发迹的大本营，只要咱们把这几个旗拿下，他就没有空子可钻，货也甭想卖出去一件。大先生，我不是曾经跟你说过吗？咱们第一步让王二八子把准备的16个旗的货乖乖的给我运过来。第二步呢，我会用最低的价格收了他的货，然后把他踢出后草地。哎，少东家，咱既然想整垮大圣魁，那为什么要花钱收他的货呢？您可别忘了，这王相卿是靠几百两银子起家的，他只要有了银子，还能做起来。那是以前，3年以后，这草原上的买卖便由我孙文举和规划的其他商号一块垄断了，岂容他再瞎折腾？这王二八子也就会做草地上的买卖。在这儿他都不是我的对手，做其他的买卖我能怕他吗？嘿嘿，说到底，他就是个庄稼汉，见识最多只有1拃高。大先生，说起这大圣魁，如果想做别的大买卖，只有2个人有路子。哪2个人？一个是郭德义，另一个就是张杰。大先生，只要你把这2个人给我盯住了，知道他们下一步的动向，我就会让王相卿输得心服口服。这孙猴子，他终归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啊！这连最后的路也让孙文举给断了。咱们总不能把这些货全数拉回规划吧？啊？大友，你不是去联系其他商号了吗？他们咋说？哎，快别提了。人家说俺号小，买卖小，吃不下咱这来多货了。要让我说呀，都是大掌柜年前中那个什么3大斗，得罪了袁胜德他们。你还有脸说呢？那3大斗的事儿不都是你传的呢？我，哎，王大掌柜，您看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咱们眼下最主要的是应该把手里的货都弄出去。你没有银子，甚也干不了。这不废话吗？咱能处理给谁啊？孙文举。大哥，给孙文举？对呀，你们大家想想，这次在楚古拉大会上谁是赢家？是人家孙文举。人家现在是做了36个旗的买卖，是吧？大家想想，在乌利亚苏台能吃掉咱们家所有货的，只有人孙家。把咱的货给孙文举，我不同意。老二啊，师傅说的话你都忘了啊？咱们现在是做买卖，不是赌气打冤家。那做买卖就得有赔有挣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就像你平时总结这个9连环啊，要想进一步，那就得退一步啊。你现在要是不让孙文举占这个便宜，那咱们就得赔光了。再说了，咱现在的处境没别的办法，只有这一条路了。让他占便宜，我不甘心。大掌柜，我们大伙儿都知道，您做的没错，可现在缺的不是一口气，是现银呐。这老话说得好啊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若他孙文举真能给咱们现银，即便是让他捡了个便宜啊，3年之后咱们再把这个便宜给他讨回来，不就完了吗？啊，大哥，这事儿我不管了，你看着办吧。行了，不用你管了，我跟老四去。我就不相信，那孙文举也是买卖人，
这么大的便宜，他能不占？大掌柜，迫近无量海旗的王爷已经派人跟咱们要货了，咱们是不是赶紧从规划上货呀？王向清这小子是个二愣子，他要是万一一逞能把货都拉回规划去，那咱们剩下的16个旗的货咋办呢？大先生，你放心吧，你以为他们现在的买卖是王二八子一个人的？即便王二八子能赔得起，他的其他股东也赔不起啊。我都已经算好了，用不了几天，他们就会到我这儿来求我。咱们是不是赶紧从规划上货呀？王向清这小子是个二愣子，他要是万一一逞能把货都拉回规划去，那咱们剩下的16个旗的货咋办呢？大先生，你放心吧，你以为他们现在的买卖是王二八子一个人的？即便王二八子能赔得起，他的其他股东也赔不起啊。我都已经算好了，用不了几天，他们就会到我这儿来求我。在整个乌里亚素台，除了咱们盛德玉，谁还能吃下他的货呀？这一点别人不清楚，大盛魁的第一大财东郭德义，他能不清楚吗？啊？少东家，大盛魁的大先生和钱掌柜来访，瞧见没有？哎，把他们带到偏房，让他们候着。是。哎，我大先生，稍安勿躁啊！陪我喝杯茶，咱们俩下盘棋，走，走啊！哎，大哥，这宋卫举是什么意思了？啊，把咱俩一撂到偏房就不管了？哎，什么不管？人家不来，肯定是有事儿呗。有什么事儿了？我告给你啊，大哥，这个货肯定就是故意为难咱了。哎呀，老四啊，都来了，不差这会儿啊，再等等，你坐下。这才是活人。再等等，啊，等等。大掌柜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既然不愿意见他们，让他们走就算了，干嘛要放在偏房，干吊着人家呀？这做买卖就像下棋，谁先沉不住气，谁就会先败下阵来。对方越烦躁，对我们就越有利。万一要是走了呢？如果他们连1个时辰都等不了，说明他们并非走投无路。那么今天的谈判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将，死棋。啊，哎，输了。哎呀，到1个时辰了吧？啊，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去瞧瞧，他们能给我开出什么价来。不行了，我是等不及了。哥，我告给你，孙维举这是明摆的欺负咱了，欺人太甚，不行，走吧。哎呀，老四啊，你可不能急呀！我可跟你说，咱这是最后的希望啊！啊，行，不走也行。大哥，你在这等着，我现在就到后院把孙文锦的狗子给揪出来。给2位掌柜的沏茶了吗？哎，来了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孙大掌柜。哎呀，久等了，久等了。我正在后面张罗36个旗的货物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知道孙大掌柜忙。哟，钱掌柜，你这伤……卸货被骆驼踢了。是，哎，不大小心。哦，太不小心了。哎呀，这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啊。做人做事一定要量力而为啊！是。哎呀，孙掌柜，寡话少说吧，赶紧说说正经事吧。哎，老四，别。2位今天来有何贵干呢？孙大掌柜啊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们大盛魁啊，不打算在乌里亚苏台做买卖了。不过我们手里现在还有一些货，不知道孙大掌柜的能不能收啊？这是好事啊！啊，不巧你跟我说晚了，我的货都备齐了。哎呀，
我恐怕有点为难呢。不备齐了哈。您这样，孙大掌柜，您今年的货备齐了，明年是不是还得备呀？在我们手里的货，你看有砖茶呀、大帘布啊、铁锅，还有那个铜器，这些东西都坏不了，都能放得住。你看看。这样吧，你给我点时间。哎呀，我算算，这1天、2天、3天，你给我5天的时间，然后我跟蔡先生合计合计，行吗？5天的时间呐。你这样，孙大掌柜，你看能不能明天就给我个回信啊？大哥，哎呀，不用求他，要了要，不要了算求了，咋了？哎呀，老四，我们这是谈生意呢，别说话。你看我这30几号人是不是？是啊，这30几号人，1天就是1天的费用，那是也不算少啊。那可不。哎，对了。这件事儿，你们2位能做得了主吗？能做了主。我呀，是我们总号的大先生，我们钱掌柜呀，是我5俩素台分装坐庄的掌柜，我们能做了这个主。那就好啊。你们打算什么价出手呢？这样，我们就收个成本价。你给10万两银子就行了。你们现在是处理货，不能按成本价卖。如果是10万两的话，我恐怕就无能为力了。那你给出个价吧。这样吧，2万两。大哥，要是这价格的话，我就把货拉回去哦。拉回去，我给你俩算个账吧。把货拉回规划，雇1峰骆驼要30两银子，你们的货至少需要雇1000峰的骆驼。把货退回去了，供货商最多只能按5折的价钱折给你们现银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就只能拿到2万两。况且，一路上长途跋涉。人吃马喂不说，万一碰上个劫匪什么的，到时候能不能拿到2万两，还真说不定呢。是。哎呀，孙大掌柜说的有一定道理呀，是吧？不过这2万两确实是少了点儿。你看这样行吧，孙大掌柜，你给我们3万两我们走了几千里的路。怎么着也得值点辛苦钱吧，是不是啊？再说，看在老乡的份上，你就帮帮我们，帮帮我们。既然你说到了同乡，那这样吧，我给你3万两。谢。先别谢。不过你们在乌里亚苏台的铺面、库房，要一并给我。宋文举，行，孙大掌柜啊，反正我们这3年也不在乌里亚苏台做买卖了好说。史先生，你不愧为金算盘还是你懂道理。2位稍坐，我让蔡先生马上给你们签订合约。好。哎呀，那就谢谢孙大掌柜啊！哎呀，大哥，别生气了，走吧。王大掌柜，就这么悄悄的走了？这不像你啊！我来给你送行啊。孙掌柜，就不劳你大驾了踏踏实实的回你的圣德峪歇着吧。今天我把话放着，3年以后
我大圣魁一定重回草原。慢走。走了。走啊！快走！走了。大先生，你说你这猫捉老鼠的主意还真是高明啊！你想想，当初如果咱们不把铺子租给王二八子，咱们也不会那么快就能摸清草原买卖的路数。还是大掌柜你高明啊！你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回了铺子，还省了7万两银子，备齐了货，首战就夺了草原生意的头盔，其魄力远在老掌柜之上。话不能这么说呀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9连环呢？规划人常说玩好9连环，坐狱不麻烦。这王二八子把这个东西落在这儿，说明他的心还没死啊。你说也是啊，这王二八子到这时候还不死心啊。这人嘛，总是不会死心的，王二八子更是这样。你不把他的心打垮，他早晚有一天还得折腾。只有让他输得心服口服，才能彻底的把他打死。哼，这也是为什么那天我还要收他的货，先给他条活路的原因。袁胜德的款项咱们也收到了，三玉茶庄的款咱们也收到了。哎，大掌柜，你想啥呢？想啥呢？哦，我在想啊，大圣魁走的时候，你没发现少了一个人吗？少一个人？你看到张杰了吗？哎，我还真没发现他。这小子能去哪儿呢？谁甘心啊？反正我不甘心。我看呀，李金来他们也不会甘心的。你想啊，这苦苦干了4年，现在这银子说没就没了，谁能甘心呀？所以我觉得呀，你也不用担心他们要分家。不分家当然好。咱们呢能在草原站住脚，是因为啊咱们占了先机。现在本钱不够，只能在规划小打小闹。是，大伙都说，咱们3年以后重返草原。可是等了3年之后，人家孙家和其他商号的买卖越做越大，咱们进草原那就更难了。老二啊，我看不行，咱去兰州得了。你赶紧拿主意，要不然夜长梦多呀。去兰州干什么呀？人生地不熟的，什么时候才能翻身呀？咱要是有笔大买卖就好了，一旦翻起来，再规划咱就能做大吧。出不了3年，咱就能回到草原上去。咱的买卖就在草原，还有其他事大买卖。大哥、二哥，哎，老三回来了。这一本一利是你想出来的？那当然了，这除了我谁还能想出来？那你怎么还被人家赶出草原啊？这都怪那些财东们，他们一个个目光短浅，就盯着眼前豆大点的利益。没有财东，你能做得成吗？我能成。如果咱们大圣魁没有这些财东的话，我一定能揽下草原这笔生意。
没有财东，你有本钱吗？没有财东，你能在短短的时间做得这么大吗？是，这我都知道。所以我问问你，我怎么才能把草原的生意给拿回来？你怨来怨去，怨来怨去的，这次走了麦城，你就没有想想自个儿的原因？我个人有甚原因啊？那草原上的赊账生意，是我第一个做大的吧？那大圣魁，没有我能有今天吗？好，你都知道原因了，那你来找我干嘛？去。要说我自己的原因，就是这次低估了孙文举了。低估？你根本就没有瞧得上人家。我凭甚瞧得上他？他们家是皇商，那本钱比我大。要说是军贡生意，我干不了。但要说草原上的买卖，我早晚能超过他。你超过他？啊？呸！我当然能超过他了。那孙文举以为这次就把我给整垮了，那球门都没有。老三呀，从俄罗斯揽回一笔大买卖来。哼，师傅，甚大买卖？那俄罗斯朝廷啊，4个月以后要搞庆典，需要一批上好的瓷器，还有绸缎。那老三呢，认识他们那儿的大买卖人叫萨瓦。萨瓦说了，这笔买卖要做成了，给咱们的都是俄罗斯金币。那史大学算过了，这可是10倍利的生意。10倍的利啊！你连草原的生意都做不好，还跑到俄罗斯去，我怕你连裤衩都赔光。哎，我咋就把裤衩都赔光了呢？那不是您告诉我的吗？做买卖要敢冒险，听您的也错了。你连咋赔的都闹求个不明白啊！你还能做个甚？我咋闹求不明白啊？那不是因为那些财……那您说，我咋赔的？那半幅对联已经写得清清楚楚：贪心惹祸，10分仍不满足，乃人生大病。那对联我闹求不明白，我看不懂。那做买卖谁不是为了利呀？不贪为甚要做买卖啊？要说他孙文举最贪，他也没咋地啊。我也没见他惹祸，也没见他生病啊。倒把我的祸闹求走了呢。我看你着实病得不轻啊，还俄罗斯，你准得赔他。哎呦，师傅，我赔他行了吧？您消消气儿。我跟您打个赌，看看这次是我赔他，还是我把俄罗斯金币给闹回来。我走了。哎呀，你迟早赔他。王相清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狂炸呢？啊，说你一句你都听不进去了。怎么又是我狂炸呢？他说的根本就不对。咋不对了？你要是少做几个棋，不就什么都有了？还不是你贪？这怎么是贪呢？啊，那孙文举串通理藩院了，要把我给轰出草原去。我还少做几个棋，我就是做1个棋，他还能找别的理由把我给轰出去。这跟贪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没关系啊？你才做几年啊？你现在又图名又图利，图什么草原第1号？你不是贪，你是什么呀？你现在都成了人家的靶子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图草原第1号怎么的了？啊，不图草原第1号，永远挑不回银子来。咋挑不回来？看我老叔了吗？他一辈子也没争，不也把银子挑回来了？跟谁争了？师傅挑的那几个小钱儿算个甚呀？要不怎么到现在还这样呢？王小青，你良心都让狗吃了是吧？没有我老叔能有你今天？哎呀，行了，是，没师傅没我今天。但他说的什么话呀？啊，他说的那些话现在都用不上了，你知道吗？
你要想为我好啊，你就好好照顾他，让他少操点心，好好的多活2年。等我调回银子来呀，给他养老。你看你那个球相吧，他说的话都是为你好。为我好啊，为我好就少说2句，少说2句不顺耳的，我听着烦。你。老叔，你消消气儿，喝点水吧。这回他死定了。是？那怎么办啊？一个人让贪字迷了心窍，想找死，没法可救。不，老叔，你肯定有办法的。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穷人乍富，最怕的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贪得无厌。他这次被赶出草原，不全因为是孙文举。你看看他在规划干的那些蠢事，贪名、贪利、贪面子，哪一件事不是因为贪心而起，把所有的人都给得罪了，在楚古拉成了孤家寡人。唉，再有好的主意，也会被人赶走。老叔，那你就忍心看着他走向死路？我跟他说了很多，我还给他写了话。可他就是执迷不悟，就怕他到死不能回头。老叔，我求求你，你再帮帮他吧。他心里没有你又何必替他说话呢？我放不下他。老叔，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。他不还是你徒弟了吗？你就帮帮他吧。我就怕我后半生的心血也要付之东流了。你去河里，你去托克托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，现在就去。是。木大。哎哥，啊，号里出大事了。出啥事了？大圣奎被赶出草原的事儿，规划都传开了。啊。昨天周光那俩兄弟卷了号上500两银子跑了。啊？是啊。这2个货现在在哪了？看我不拿小铲子拍死！宽子。俩人早上骑马跑的，往南走了。拿走多少银子？500两。哥，剩也不说了，这俩货是我介绍来的，我现在就是追到铁面也要把那狗子逮回来。宽子，把银子追回来就行了啊！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没看出他俩。这叫什么事儿？天儿不早了，大家都回去歇着吧。下去吧。是。大掌柜，大掌柜，大掌柜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晚了？大圣奎2个小财东卷了500两银子跑了。哦，听赵大友说，大圣奎号里现在人心不稳喽。
哎呀，好啊，就算我给王二八子留条活路，恐怕他也活不了了。大圣鬼，这叫成也财东，败也财东啊！成也财东，败也财东。对呀，不用咱们动手，他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。庄稼汉嘛，迟早都是要回去种地的。哎嘿。大哥，这有你在啊，我这心里边还踏实点。老二啊，以后像这种不知根不知底的人，炮里就不能再用了。肯定的，咱以后得用自己的弟兄。哎，对了，老二啊，你今天咋没跟大家说说俄罗斯买卖的事儿啊？今天出了周光的事儿，我要马上再说俄罗斯买卖的事儿，那他们肯定觉得我煽乎他们。那你打算甚时候说呀？今天晚上啊，你就赶紧把账算一算。我估摸这几年，这美股也赚不了几十两银子了。明天跟财东们一说，他们肯定都不甘心。那个时候，我再把大买卖的事儿跟他们一说，就不会有人反对。行。进来哥，咱们退股算了。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要是退股啊，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就不能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想啊，咱们现在把钱啊全搁在大圣回里，咱现在要是退股啊，就不能退。哎。3年了，咱大圣魁到了分红的时候了。账呢，大先生已经给算出来了，都听听。咱们大圣魁一共是设股东34人，共入股银是1万两，啊，共计是50股，每股本金是200两，每股本应该分红利是1200两。可是大家都知道，咱们在楚古拉大会被撵出草原之后，所有的货都按3折卖给孙家，啊，一共呢是卖了3万两，还了赊欠的款之后，就剩下13060两，再刨去股本金1万两，还有大家1年的工钱和各项杂费，那么咱们每股只能分红利是52两。啊，52两，所有账都在这了。这么多年，这这3年就白干了。我一个跑的王八蛋，这个宋文举，还不如在规划开个烧麦馆，挣的钱多呢。就是啊，几年了，辛辛苦苦就落下这么点钱，老赵啊，就这么散伙了，你能甘心？那哪能甘心了吗？这是啊，就是。你说这咱们弟兄们爬冰卧雪整整3年了，明明到手的银子眼看就打了水漂了，别说你们不甘心，我更是不甘心。但是到底为甚到了现在这个地步，不用我说，你们心里边清楚。大伙都知道，这做买卖不能一棵树上吊死。二掌柜张杰已经来信了，说京城高丽参的买卖现在大涨，一笔就有10倍的利。我觉得拿现在这1万多两银子做这笔高丽参的买卖，就能把赔的10万两银子给赚回来。大掌柜啊，咱高丽参的买卖咱也没弄过呀，这太冒险了吧？咱就是太冒险了。要说冒险，咱们原来做的赊账买卖是最冒险的，但是咱们整整做了3年。如果你们想散伙的话，没问题，账我已经给你们算出来了，银子也准备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分这个家。
但如果这几年的辛苦不想白费的话，就信我王相清一回，把这银子都给我，用不了小半年，我就能把10万两银子全都给赚了。王大掌柜说的句句都是实情啊！你们谁爱分谁分，我是跟定王大掌柜了。哎，这大财东都说话了，我没话说，我跟着干。好，我也跟着干。对，我也跟着干，跟着王大，跟着王大。你说什么？他们竟然没有分家？不但没有分家，现在他们还准备去朝鲜做高丽参买卖呢。做高丽参买卖？这王二八子哪根筋又抽住了？这大盛奎本金也就1万多两啊，竟敢做高丽参买卖，看来啊，是要孤注一掷了。哼，我看他是黔驴技穷了。即便是做了高丽参买卖，又能怎么样？照样也翻不了身，照样也别想回后草地。大掌柜，您有所不知，这高丽参的利润它大得很，大宗的生意都由太谷曹家垄断。王相清他是个庄稼汉，可是郭德义这小子他以前做过高丽参生意啊。如果这次让他们做成了，到时候恐怕他们就能盘活这一整盘棋。3年后，他们就很有可能搞到足够的银子，重回草原。王相清现在可是吃一堑长一智啊，他再也不会像这次楚古拉大会一样毫无准备啊。大掌柜，咱们商人就是要以谨慎为上。王二八子之所以败给了咱，一是大掌柜您英明果断，2也是他王二八子疏忽大意，目中无人，自以为稳操胜券。大掌柜，您可千万不要因为这次楚古拉大会一次的胜利便掉以轻心。大先生所言极是。这样，咱们明天就到北京拜访曹老伯。如果王相清真要做高丽参买卖，我就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毛蛋，现在赶紧连夜进京，按二掌柜给你的这些订单赶紧订货啊！哎，好的，哥，哥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给你办得妥妥的。一定要都定下来啊！走了，大先生。你小心点啊！大哥，明天咱们提银子，3年以后在京城和老三会面。老二啊，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啊。咋不踏实？你看啊，咱们跟财东说呀，去做高丽参，万一他们知道咱们去俄罗斯做买卖，那还不得翻天了？大哥，财东们人多嘴杂，万一让孙文举知道了，他不定出什么幺蛾子呢。咱们现在得长个心眼儿啊！再说那些财东，咱们只要赚银子，不管做甚买卖，他们都高兴。事儿是这么个事儿。另外，老二，咱们去俄罗斯做买卖，没有官府的凭照，怕是不行吧？哼，这事我早就想好了。进了京城，我先找费大将军，我想他一定会帮咱们的。好。大掌柜，蔡先生已经在里面等您了。请。10几天前是谁进了这么多的上等瓷器啊？是个操着山西口音的年轻人，说是山西广昌号的。这么好成色的瓷器啊，全北京城也只有咱永新号上才有卖的。如今这一解禁呐，山西一夜间出了不少暴发户，真是啥买卖都敢做。年根底下进了这么多货，持刀在咱手里边。那个山西人的口音呀，跟少东家挺像。哦，跟我挺像。是啊，我问他认不认识少东家，他却说不知。嘿，说实话，我还是头次听说山西买卖人不知道少东家的呢。哼，像咱们少东家这样有身份的人，怎么能轻易搭理那些暴发户呢？
那倒也是，那倒也是。不过，这客商真是有钱呐，不但来了咱的永兴号，听说还去了咱的常玉祥绸缎庄，买的都是最贵的双层七彩绣花绸啊。掌柜的，哎，麻烦你到常玉祥把他的账册取来，我现在要看。哎，好的。老二啊，来，你给我来，小心点啊，这是花大价钱买来的。哼，哥啊，新鲜的毛尖和壁炉片也价没货，恐怕得等2天。咱是再等2天呢，还是上去年的陈茶便宜挺多呢？再等等吧，要上咱就上最好的。嗯，这茶叶呀，是萨瓦送给他们国家皇帝的。哦，啊，不怕贵。哼，别跟他学。老二啊，又说我呢吧？啊，干活去。哥走了啊。去吧。老二，来给我，小心点啊。哎，我看看。老二啊，嗯，那个费大将军还没给回信啊？啊，这名帖啊，我已经递上去好几天了，今天下午再去看看。对，这事儿你得抓紧办。你看啊，咱这些货都快上齐了，我估计老三的骆驼也差不多雇好了，咱得尽早动身，啊。是。哎呦，哎呀，老二，你快给我，给我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哥，咱都等了这么久了，这费大将军不会不见咱吧？哎哥，说话呀！再等等，那费大将军哪那么容易见呀？哎，王掌柜，进去吧。哎，哥，哦，等我啊！大人，客人来了。带他进来。哼，大将军，大圣魁王向清给您请安。起来吧。哎，大将军，这是小的特意从关外给您选的上好的人参还有鹿茸，您尝尝。王向清，这些年你还没有忘了老夫啊？看您说的，我哪能把您给忘了呀？我给您养过马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，没有您也没有我的今天呀。就是会说话。大将军，我在您面前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从来不敢夸大。坐下吧。哎。王向清。哎。那我问问你，那孙文举是不是在规划给我修了一座生祠啊？哪儿啊？那哪儿孙文举给您修的呀？那是我给您修的呀！我给您修这个生祠啊，就是让规划所有的老百姓都记住您在规划立下的功德呀。只有你这种人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啊？你知道都什么人修生祠吗？都是大人物啊。大人物？啊？像魏忠贤那样的人才修生祠呢。你知道谁是魏忠贤吗？那是前朝的大太监，亲父所指的人。大将军，大将军息怒，小的实在是不知，大将军恕罪。大将军恕罪。王向清啊，王向清，我原本指望你是能做出大事的人，可是你看看你这几年啊，除了长了一身肥肉，什么本事都没学成。我再问你，生祠门口那碑，是不是你修的呀？那不是我修的，那是孙文举修的。我就知道你干不出这种事情来，啊！
你看看人家孙文举，那才是有见识、有文化的人。要不是这块碑呀，我早把那生祠给拆了。王相清啊，王相清，好好跟人家孙文举学学，那才是做大买卖的人。别整天到晚稀里糊涂，不学无术。你什么呀你啊？你什么呀你？是。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不看在你是我的旧部，光修生祠这一件事，我就饶不了你。哎呦！哼！送客。谢大将军。少东家，请。您可是稀客呀。也不知这老天刮起了什么风，让你到我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曹老伯，此话怎讲啊？如今我曹家主动退出了草原军贡，做起了东北的买卖。你孙家不会是也想来分我这杯羹吧？哎呀，曹老伯，你真是高看我孙家了。只草原一项，我孙家吃起来已经很费力了，哪能再贪图东北的买卖呢？曹老伯，晚辈今天来是为了给您提个醒啊。如今有人要跟您争夺高丽参的买卖了。